嗨，大家好，我是木頭人。這一部影片我要來講桌上型砂輪機。桌上型砂輪機最主要的用處就是用來研磨刀具，不管是鑿刀、刨刀、木工車刀、鑽頭、雕刻刀，幾乎都可以磨。市面上砂輪機的品牌也很多種。那大家看到這個是台灣的東成，我會購買這一台砂輪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有雙束的功能。它前面這裡有個撥桿，我可以調整這一台機器的轉速。在金屬研磨的過程中，因為會產生高熱，我們的刀具或鑽頭如果溫度太高，那就會有退火的問題哦。如果刀鋒磨到退火就會導致金屬的結構改變哦，刀鋒就容易變脆，那很容易就崩壞了。所以我才會購買這種雙束砂輪。大部分時候我都使用低速膽在做研磨，我就比較不容易有退火的問題。那使用水磨機當然就完全不會有退火的問題，研磨的過程中一直有水來做降溫嘛，砂輪機就沒有這個功能所以就只能靠降低它的轉速來控制。那大家看到这一台它是8寸的機種，那大家看我現在這砂輪機上面裝了2個輪子右邊這裡裝的是180號的磨石我左邊這邊是裝布輪做拋光用的。大家如果一開始想跟我的配置一樣，我就建議120到240的砂輪，然後左邊一個布輪，然後再搭配這個研磨架。那大家看到這款研磨架，它是一整套的左右各有一個金屬底座。那一邊我沒用到，所以我把它拆了大家看到這個延伸桿是我自己做的啦，因為我原本這一套留給前工返沒有帶走所以我自己做了一個木頭的。那其實這個輔具你如果自己會 DIY 其實自己做也很簡單啦。我們在這邊有個 V 槽，就是給你靠這個鑿刀用的。那靠好之後，調完這個尺寸，鎖桿把它鎖住它的位置就固定了。刀具再放上來這樣子做研磨。那不管是鑿刀還是車刀或是雕刻刀這台機器都可以處理。那你如果是要磨刨刀片就要用這個配件。它是一塊金屬板只是它原本那個金屬板離這個刀具太遠所以我會夾一塊木板這樣子會更好使用。我們的刨刀片就可以放這個位置去研磨。如果你是要研磨車刀的腕鑿那你就需要使用這個輔具。然後這個輔具也是包含在這個底座的套裝裡面它就會把腕鑿夾在這個位置我就會用這種角度研磨器來研磨腕鑿的那個刃角這個就只有在研磨車刀腕鑿會用到，那這裡我就不提了。那在開始操作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解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會使用砂輪機來輔助我們做研磨。那大家知道像鑿刀、車刀、刨刀它的刀具幾乎都是這樣子的結構嘛。那我們如果使用磨刀石做研磨這個刀具的斜面基本上都是要研磨到很平直嘛。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實他沒有辦法很正確的把這個斜面磨成一個平面所以他們研磨到最後這個斜面就會變成一個弧形。那我們每次要銳化刀具的時候可能你就會在這個圓弧上面不斷的磨，這個斜面就在磨刀石上面晃來晃去你很難正確的研磨到刀鋒的位置。那如果你有一台砂輪機，或者你使用磨刀輔助器，如果使用磨刀輔助器，那當然就是你可以把这個斜面磨成平的嘛，你就可以修正這個斜面。那假設你是使用砂輪機，砂輪機研磨盤是圓形的，我大概畫一下假設是這樣子它研磨盤是一個圓形的，所以它可以把你的這個刀具斜面磨成一個內凹的圓弧。磨成內凹圓弧有什麼好處嘞？大家可以看到，當我把刀具的斜面磨成內凹圓弧之後，我們再把這個刀具貼在磨刀石上面，它是不是就只有這一點跟這一點會接觸到磨刀石？就會像這樣子，磨刀石在這。這樣因為刀具只有這2點接觸磨刀石所以它可以非常快的把刀具做銳化。而且因為接觸的面很少只有2點所以它研磨的速度會很快，基本上不用1分鐘就可以把一個刀具給磨好了。
而且因為它是2點接觸嘛，所以刀具就不會有晃動的問題。所以說這是使用砂輪機做刀具整理的一個好處。木工師傅、木工老師他在幫學生做刀具研磨，幾乎都會先用砂輪機先車過，把斜面車凹，那只留下2點，再上磨刀石去研磨，刀具就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研磨到位。我上一部影片有講到，因為砂輪機有內圓，刀鋒會變得非常的尖。如果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拋光使用是沒有問題的，可以用，而且因為角度變小了，它就會變得很利。那相對的，角度變小，它也比較容易鈍掉。如果受力太大的話，這也就很容易崩掉。如果你很 care 這一點，砂輪機磨過之後，我們再用磨刀石把它磨到這樣子的狀態，前後這2點會磨成2個小平面，這樣刀具的角度就會維持原本的設定，它不會因為砂輪機磨過而變尖，那也會增加這個刀具研磨後可以使用的時間。那你如果完全不想用磨刀石，這個狀態下可不可以用？當然可以用。就是你鈍了，你就馬上回到砂輪機再研磨一次，這樣操作是沒有問題的。那這樣子的做法，你就可以完全拋棄磨刀石這一個工具。不過這就是要看你個人對刀具的要求在哪裡，還有你願不願意去花時間練習磨刀。好，那現在我就來示範磨一支鑿刀給大家看。那剛好有個木友送了一批鑿刀要我幫他磨，那大家很明顯可以看到它這個斜面是一個圓弧形。我把尺擺在這個斜面上面它是沒有辦法抓到一個平面的，它是會晃動。所以現在首先就是要把這個斜面磨成一個內凹。那在研磨之前會先用奇異筆在這個斜面把它塗上去。這樣等一會我們在試磨的時候才知道它到底磨在什麼位置。因為我們為了不改變這個刀子原本的角度所以我們架好這個基座，磨上去的這個點必須在這個刀具斜面的正中間。所以如果等一下我架完之後碰一下，如果它不在正中间，我就要調整這個架刀器的前後位置，把它調到它剛好位於中間。那你如果想要改變你原本刀具的角度，那你就是要調整架刀器的位置去調整刀刃的角度。那一開始最簡單，有沒有對到中間，當然是從側邊去看嘛。從側邊這樣蹲下來去調，調整這個延伸桿的位置目測讓它剛好中間是碰到的。但一開始看不準是沒有關係。我們等一下開機碰一下再反過來看就知道了。那接下來我講的這個有關乎到安全性的問題大家要注意聽很多新手一開始會有個問題他們不知道這個砂輪機的威力其實是很強的。砂輪機我們刀具下刀的時候要慢慢的貼上去不要一瞬間就這樣靠上去這樣是很危險的刀具有可能會直接彈走那如果你角度沒設好，瞬間下去甚至它可能插到石頭裡那這石頭會爆掉所以一定是要很小心的這樣子去慢慢靠上去。那右邊這裡會有個護板，那我的習慣，這一只手會搭在護板上，然後刀具靠上去，然後大拇指會壓在這個刀子的鋼面這一面，平面這邊。我壓在這裡邊有好處，因為砂輪機研磨的過程它會抖動。我們壓在上面可以穩定這個刀子。那第二個好處是，研磨過程中會產生高溫，會導致刀具退火。我手放在這上面，我就可以感受這個刀子的溫度。如果感覺到刀子開始變得燙手，你就要停了。你如果不停，你就去磨，那刀子就退火了。所以我手才會壓在這位置。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子？這樣子我覺得其實不穩。所以我都習慣這邊搭在這裡貼着，然後大拇指這樣子。這樣子我覺得是最穩的狀況。好，那現在我開機那雙速砂輪機上面是快速嘛，下面是慢速。那要注意的就是在切換快速慢速的时候，一定要等机器完全關機之後，才可以去調整這個快慢的開關
不能在運轉的過程中開哦，不然會損壞這個機器。好，我現在調到慢速去開機。然後大家看這個，它運轉過程中其實是會抖的，所以大家可以把砂輪機夾在桌面。像我這個砂輪機是鎖在一塊6分的夾板上面，所以我就直接把夾板鎖在桌上。好，那旁邊要準備一盆水，常溫水或是冰水都可以。那這邊要確實靠好，如果沒靠好，它就會影響到它的角度。其實很快它就熱了。那需不需要壓？我建議是不需要。其實你放在上面，稍微手這樣子貼着它，穩定它就好了。那感覺到刀具熱了就拿起來。那大家看我剛剛研磨的時候，這邊有磨的比較多，這邊磨的比較少，有没有看到？很清楚。研磨的位置有剛好在這個斜面的中間，我就不需要再去調整這刀座的位置。如果研磨點比較偏下面這個延伸座就要往後拉。那如果比較偏上面的話，延伸座就要往前推。那在研磨的過程中，你就要觀察這兩邊扇缘它的還沒磨到的範圍是不是很一致？有發現其中一邊研磨比較多，那你就要注意，是你研磨的時候這邊壓太用力，還是另一邊壓太用力？你的施力有點不平均。再來，你如果發现你的刀具越磨越歪，你直角規比一下，两邊都比一下，我看一下它是不是歪了。如果歪了，你就可以透過你手指壓的位置來調整它研磨左右的力道。大家看我這個斜面基本上都快磨好了，只有這個角還有上面這個角還差一點點。那如果你的刀子刀鋒有缺口，你就要在现在這個狀態下把缺口給磨掉。那大家現在看磨刀石的寬度跟我刀具的寬度是一樣的嘛？你的刀具只要比磨刀石還要小，或是等寬。建議都是直上直下就好了，不要左右擺。那左右擺的話，刀子比較容易磨成一個弧形。除非你的刀子就是比這個磨刀石還要寬，那你勢必得這樣子左右移動嘛，不然你沒辦法磨到全部。你不能固定這個點這樣子磨，這樣刀子前面就會凹掉，所以你一定要這樣子左右擺。只是你盡量減少這個擺動的幅度，不要太大，不要變這樣子。現在刀子右邊這有個缺口，我要把它磨掉。那磨刀石是不是需要整？当然要。磨刀石用久了，这個表面其實會不平，而且它會卡那個金屬碎屑在裡面會導致刀具研磨的時候容易升溫，然後研磨效率差。所以你必須去買那個砂輪整石器來整。那砂輪整石器我的賣場有賣。那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一點當你發現你的刀子已經磨到刀鋒了，這個時候就是最容易退火的時候。在還沒研磨到刀鋒之前其實你稍微出點力，都不會退火。你說什麼？你到現在還沒為這部影片點讚，趕緊點個讚再繼續看。當接近刀鋒的時候就要很小心，就盡量稍微感覺手有點燙了，就要降溫了，不要再研磨下去。現在這一把已經研磨好了，那最後我會做什麼動作嘞？我會把它輕輕放在研磨石上面不要壓。讓它做細部的研磨，那大家應該能理解同樣的砂輪，你大力壓跟輕輕的壓
研磨起來的研磨面當然會不一樣嘛。所以最後我也給它輕輕擺在上面，讓它輕輕的研磨。雖然我們眼睛可能看不出來啊，不過實際上它會研磨的比較細一點。那什麼情況下是代表我們有研磨到刀鋒哦？就是摸捲刃嘛，我們要從這個方向往上摸如果感覺刀鋒有銳利的鐵屑那要代表我們有磨到刀鋒了。那研磨好的斜面會是像這個樣子。那我這個鋼面能不能磨？其實是可以的。不過研磨鋼面其實比較難，因為你很容易失敗沒有確實貼緊這個砂輪前端磨凹你這把刀基本上前面這一節就毀了。所以你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去做這個事情。不過我在這一部影片也順便教一下大家吧。我就要把刀具確實跟這個研磨石的側邊這個面平行，再慢慢貼上去。我絕對不能這樣子歪着或這樣子歪着貼上去，才去把它壓平我這樣子基本上就完蛋了。我確定平行貼上去，然後前後移動。那以鑿刀來說，當然要研磨到整個面嘛。那我們就要带這個方向，才有辦法磨到整個面。那把這個鋼面做整平。現在大家看這個鋼面，我其實之前已經磨過了。那不用压得太用力，輕輕壓着就好了。那研磨到什麼程度？就是外面這一圈，它的研磨起來的這個砂痕要很一致。我现在看這裡這個角就差了一點點，看起來有點凹掉，你就可以繼續磨。那如果不想那麼講究那至少前面這一節都要很一致的砂痕。那為什麼要研磨這個鋼面？基本上是你的磨刀石用很久了，或者你之前完全不會磨，亂磨，把這鋼面的前端都磨凹了，那你就可以過砂輪機把這個鋼面重新整理。那砂輪機整過之後，我們再用磨刀石慢慢的把這個鋼面重新磨到細它就只有這個作用你不要想說每一次磨刀這裡都要給它跑一下，沒有必要。那有木友特別問這種圓弧刀要怎麼磨？我基本上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因為它是圓弧嘛，所以在研磨過程中你必須旋轉你的刀子，就只是插在這裡而已那一樣在這個斜面做記號，調整位置。我现在看到它磨的比較前面一點那這個杆子就往前推一點。有降下來在中間的位置，這樣就可以了。我在研磨過程中就是邊轉我們的刀子。那現在是看起來它有點太前面了，後面沒磨到的區間又比較大。那我就再把刀桿往前推一點點。那你比較注意的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圓弧嘛，所以在旋轉的時候，每個點磨到的量可能都不一樣所以你就要去觀察一下。有像這一點，像這個位置就磨得比較少，我等一下就可以這裡再多磨幾下。那一樣摸捲刃，我從內側這裡摸出來，我看看有沒有磨出捲刃我磨起來就像這樣子。其實操作很簡單的。那如果像這樣一般的外斜刀都可以用砂輪機來磨。那如果刃角是在內側的，那就沒有辦法。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退火，那我就用這一把斜口刀示範給大家看我裝了近攝鏡頭，大家應該可以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了。像這樣開始出現焦黑那出現有點彩虹狀的一個斑塊，那就是已經退火了。那退火會有什麼問題基本上前面這一段就毀了
因為它的金屬性質已經改變，它會變得很脆，所以在研磨的時候就要盡量避免退火的狀況。要安裝這種布輪啊，這個護蓋啊全部都要拆掉。那這裡面有3顆螺絲，布輪它是可以疊的，那一片厚度壓緊大概1公分了，那通常就疊2至3塊就可以了。要鎖緊哦，這邊的砂輪抓住，這個螺絲旋上去就好了。不能裝護蓋是因為像這種有伸縮性它在慣性在甩的時候，它就會變大所以就會掃到這個護蓋所以使用這種布輪通常這種都會拆掉。砂輪機這邊磨好之後，我接下來就要用布輪來做拋光。那拋光當然不是空拋嘛，我們要在布輪上面抹上這種研磨膏。那這種拋光膏它一樣有分研磨顆粒的號數那台灣其實最常見的就是這種綠色的啦，用綠色的這個號數其實就夠了那你要問我幾號，其實我也不知道啦。我有看我頻道，我其實知道我其實很少在講一些什麼機器的馬力多少、扭力多少什麼的細的一些參數那我是一個比較傳統一些，我就是只會用只會磨。你要我講一些比較細的什麼比較細的參數，其實我都記不住。想更深入的就自己再去研究了。那使用方法，開機直接這樣子貼上去，你就會看到布輪上面就會沾滿這個研磨膏那當然就是整個面都給它拋上去當然側邊也可以，你如果有用到側邊側邊也可以用一些研磨膏那第一次用可能給它沾多一點沒有關係那之後就是要適時去補一下這個研磨膏那接下來又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那跟安全性有關所以要注意聽。剛剛我們在這一側因為它這裡有研磨座，而且它是比較硬的石頭所以我們從這個方向這樣子磨是沒有問題的它不會有彈到的問題。如果在這一側你要這樣子磨，這個刀子一定馬上彈絕對沒有辦法這樣子磨。一個是因為它的材質是軟的刀子會插進去那你的刀子就會彈走，或是它爆掉。而且這底下也沒有支撐座嘛，就算有支撐座一樣不能這樣磨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反向，這樣反着拿，我們就要看這個斜面的位置要剛好貼到這個布輪角度大概就是這樣子这個都很手感，因為不同位置你貼的角度都不同嘛，反而就是這個斜面要貼着它就對了啦那這個平面也一樣，這樣子去拋。那比較注意的就是這鋼面我們要保持它的平整所以我們盡量是平平的貼着這個布輪就好，你不要這個角度如果你這個角度的話，那代表你前端這一側接近刀鋒的地方會凹下去雖然它是很細的一個拋光輪，不過最好還是不要這樣子你就是平平的貼上去就好了。先磨斜面那再拋平面，把卷刃收掉那最後可能你可以反覆這樣子拋幾次把卷刃收細那因為它的力量蠻大的你的手要抓穩一點，抓緊一點。你可以左右跑一下這個就不用平貼着不動了，因為它布輪上面其實沒辦法很平均的沾上這個研磨粒所以你必須左右跑一下，然後反向前面這裡那你如果希望你这個鋼面也可以順便拋一下，你也可以整個都跑它看起來就會很亮。那像這樣子反覆幾次其實就磨好了。那現在我再換另一把刀。那研磨布輪的時候其實大家可以戴個口罩啦，因為這個屑會比較多一點。這個拋其實就很快了，不用花很多時間。
這3把鑿刀就好了。雕刻刀一樣意思，一樣去轉刀。那因為這邊是內緣嘛，所以你沒辦法用這個平面，我們要用這個布輪的側邊這個角去研磨。所以側邊這裡啊，就可以沾一點。那拋到沒有捲刃哦，那呈現亮面，其實就可以了。建議不要拋得太久，拋太久有时候你會把這個刀鋒把它磨凹。好嘍，那磨完之後要幹嘛？當然是來試刀了。第一把，看輕鬆。哦。你看3把都很厲害哦，雕刻刀也一樣所以說啊，砂輪機雖然它的番數很低可是它可以靠最後的拋光來達到很銳利的程度。那只要你會正確的使用它那剛剛你看這個面剛剛我這個面都整個拋過，然後看起來就很亮，看起來就很爽。只是要注意像這邊它有做黑藍嘛，黑藍的話是反鏽。那你如果不小心拋到的話它就有點變銀色這其實就比較沒辦法那你可以再買黑藍金屬的黑藍的染劑再給大家擦過一次那如果是你磨刀的力度，你還會用磨刀石再去磨嗎？我基本上大多數的人可能就不會了，因為這樣子其實就很好使用了只是就是我剛剛說的它比較容易鈍你只要可以接受這一點，就可以這樣子使用是沒有問題的。研磨刨刀片也是大同小異那一樣一開始先調整這個輔具的角度那通常我習慣把它轉得緊緊的用敲的方式來微調，這樣是會比較方便。就開機，那這是左右這樣的滑動。目標一樣，要把斜面中間的部分車凹刨刀片我覺得就比較不適合把它磨到利了。你要靠砂輪機把這一整條刀鋒磨到一直線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它的作用就只是要把斜面的中间给車凹，那我們再用磨刀石去磨。操作方法就是這樣子我就不繼續演示了。剛才我這樣操作下來，大家有沒有覺得砂輪機感覺很好用，對吧？當然，任何一樣機器剛開始都是需要花時間學習。看我剛剛磨得輕輕鬆鬆，其實還是需要操作手感的。不過其實難度並不會到很高，我覺得應該是所有人都有辦法做到。我剛才所有操作只有一個比較困難，就是我用鑿刀鋼面在研磨砂輪側邊的時候，大家如果剛初學，我不建議大家操作，因為鋼面對刨刀跟鑿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非常的平，沒磨好那個刀具可能就毀掉了所以一開始只建議研磨斜面就好了除非你真的比較熟悉、比較有把握了那再使用砂輪機側邊來研磨鋼面。你可以坐着嗎機？那最後來談一下這台砂輪機，這個酸素的機種在台灣其實已經沒有賣了，現在只有外銷所以都必須經過團購的方式來購買。我現在這一台也是之前跟別的團購組去購買的。那我拍了這部影片，我如果又沒有給大家一個購買的管道，我感覺有點脫褲子放屁。那我之前跟的那一位團購組都是在做一些木工車床配備的一些團購，所以這一次的團購，我想說我就不經手了，我就直接把這場团购轉借給蔡先生了。那我也會請蔡大哥制作了一個表單了，一樣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那大家如果想參加团購的話，就直接在底下資訊欄，大家就直接去點擊表單連結填寫資料去參加团購但要注意的是，這台機器一樣需要制作的時間不是說你買了就馬上可以拿到大家就請耐心一點。那會有許多墨友很好奇，為什麼我不開箱水磨機第一點是水磨機它的單價太高了基本上能買得下手的沒幾個
第二點，其實水磨機的效率遠遠不及這種桌上型砂輪機雖然它配件種類很多，那研磨也不會有退火的問題可是研磨效率是它很大的一個問題如果水磨機是100分砂輪機是70到80分之間可是水磨機的價格是它的10倍以上你覺得你會願意花這個錢嗎？所以我比較不推薦大家一開始就去買水磨機大家看我剛剛測試下來，應該也知道這個砂輪機的能耐在哪，它可以把刀具研磨到很銳利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幾年我也陸陸續續跟蔡大哥買了很多木工車床的工具所以信譽的部分大家可以放心參加團購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購買，沒有問題。那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安全性的問題在影片內我有2次提醒大家比較危險的一些操作大家一定要記得這種機器都算很高速的機器所以在操作的時候一定要很注意。那最重要的就是別忘了給這部影片點讚、回應加分享讓我有動力繼續拍更好的影片給大家。那在最後給我自己業配一下，很多木友應該都用過我推的這一款 TENS 螺絲不過很多人不知道 TENS 螺絲其實有賣這個大盒裝的，那單價會比小盒裝的便宜非常多如果有大量的螺絲使用需求，可以去買這種大盒裝的可以為你省下很多的錢。TENS 最新的新品這種黑心螺絲它可以用在戶外的作業它的涂層比這種銀色鍍鋅的還要強你如果是習慣使用黑螺絲，或者你想用在戶外就可以考慮這一款產品。那最近還有新上架這一款潤滑劑醬之滑你的木工機械台面如果太深色，或是你覺得鋸片切下去很不順，卡卡的阻力很大，那都很適合使用這一款潤滑劑那它的特點除了超滑順以外那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它噴上去不會有油脂一般市售的潤滑油它可能噴上去表面會有一層油那就會污染你的工件，你的木雕上面可能就會沾滿油那這一款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推薦給大家。那如果對砂輪機的操作還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咯，我們下次見，拜。